你丫的！拿来吧你！住他！住他！给我狠狠的揍他，狗娘养的！我的对手是凯文·米歇尔。这足以堪称中华虎杨建平职业生涯最凶猛过瘾的一场比赛。身为中国综合格斗的领军人物，杨建平敢打敢拼，无所畏惧，强势登陆美国拉斯维加斯，暴揍美国冠军。疾风骤雨般的重拳打得美国选手嗷嗷惨叫，哭爹喊娘，就连见多识广的裁判都不敢轻易上前制止，以免被卷入凶猛的战场，白白承受皮肉之苦。谈起中华虎杨建平，在中国国内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同时，杨建平也是中国古典摔跤最出类拔萃的顶级强者。自杨建平出道以来，已经暴揍了几十位外国选手，为国争光。哪怕现在依旧有不少职业小将将杨建平视为自己的终身偶像。眼看美国拳坛发展颇为迅速，有望称霸世界，杨建平决定亲自带队来到美国拉斯维加斯发起挑战，就是为了要让那些眼高手低、看不起中国功夫的老外彻底闭嘴。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看看今晚杨建平的表现究竟如何。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黑白短裤就是中国选手杨建平，黑色短裤就是美国选手米歇尔。根据资料显示，米歇尔是名副其实的格斗冠军，大大小小已经参加了56场格斗比赛。而对于米歇尔而言，中国人向来都是弱小之辈，还放话要在今晚将杨建平彻底打成小猫咪。只能说米歇尔这家伙的确很嚣张，难道他真的不怕被杨建平亲手打死在擂台上吗？搏击65公斤的冠军。而他的对手呢，是来自美国的凯文·米歇尔。凯文·米歇尔在今年的美国 MMA 比赛当中是获得了全胜。在赛前，我和这个杨建平已经交流，他说我在比赛我看过他的视频，他的比赛所有比赛当中获胜的记录，全都是他采用的是地面技的技术。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这名选手地面技的水平较高。自从来到地面缠斗，杨建平就没有停止进攻的脚步，尤其是在地面砸拳这方面，杨建平可谓是发挥到了极致。米歇尔短时间也被打得彻底没脾气，只能艰难防守。而长时间的压制米歇尔也很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一旦让杨建平拿到其成位，今晚的比赛将会提前结束，那样自己将会彻底失去今晚的100万比赛奖金。哇，对，站起来可以砸对手。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杨建平的教练这个江华说：“哟，这不砸啥？因为你占据上升位的这个其中的这种优势嘛。这个 MMA 的比赛规则是打3局，5分钟，就是每一局5分钟，要打3局。如果你是为了争夺冠军头衔的话，那必须要打5局5分钟。”这是这个 MMA 这个综合格斗的规则和武林风和自由搏击的一个区别。首先在时间上的区别啊，就是我们是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就是3局3分钟，而综合格斗 MMA 的竞赛规则是3局分钟。这是终于在一番激烈的地面缠斗之后，杨建平成功发现米歇尔的手臂防守薄弱处，紧接着开始连续的组合拳，开始往米歇尔的脑袋上招呼。大家都知道，往日里的杨建平谦逊低调，就算面对外国选手，他也会保持平和的状态下打比赛。只有面对狂妄无法无天的老外，才会痛下狠手。很明显，米歇尔的种种恶劣行为已经激怒了杨建平，自然在擂台上不会让米歇尔有什么好果子吃。我们也听到这个江华说要锁对手，要锁对手，要赢得更加的精彩。毕竟杨建平是世界自由搏击冠军，他以前是和这个周志宏是好朋友，在这个湖南的拳击队训练，以后跳到了陕西散打队练散打。离开陕西散打队之后，又练习这个自由搏击，获得了。比赛来到第2回合，没想到这回合刚开始，杨建平就开始用低扫开路，顺势开始对米歇尔展开新一轮的重拳猛砸，这可把台下的外国观众们吓了一跳。人人都知道米歇尔是名副其实的美国格斗冠军，可是却没有人想得到杨建平单凭借拳法就让美国冠军米歇尔压制的喘不过气。这么来看，杨建平绝对有着多种方法压制争夺比分，取得胜利。我来化解你的进攻，
现在杨建平也在想，我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战术能够锁住你呢？尽管现在杨建平采用的这个是骑乘位，就骑在对方的上面的身上，但是对方也很聪明，利用双腿来夹住杨建平的这个躯干，采用一个地面防守技术，我不让你出拳，你记得出拳，我利用我的双手还能护住，让你打不住我。当然要比这个站立式你更容易 KO 我那种防守的难度要更大。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凯文米歇尔的这个左侧的眼部已经肿起来了。今天这个杨建平怎么打怎么有，因为杨建平他技术太全面了。频繁挨揍之后的米歇尔早已被打得遍体鳞伤，哪怕被揍成这个惨烈的样子，还敢继续逼近杨建平的内围。然而杨建平也明白自己参加这场比赛可不单单需要暴揍对手那么简单，还要在比分上去的绝对优势拿到胜利。自然杨建平开始主动与米歇尔拉开安全距离，只有在合适机会打出精准命中才算稳妥。这时候这就我们看这反关节的技术，我们看到没有？对方还在坚持吗？还能坚持住吗？我们看到杨建平看没有？我们说一个木村技，他抓住对方的腕关节，看到没有？向后木村锁，我们看到向后锁对方，但是一看没有成功，又松手了。现在杨建平，我估计他还要采用这种锁对方锁肩。我们说兼顾对手吗？我们听到在外面有唐金包家说用安保，就是我们用的是三角锁的技术。但是杨建平还是放弃了，还要给对方再多玩一会儿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杨建平利用肘击的技术，现在这个凯文米歇尔只能进行这种防守，他已经完全没有力量来进行进攻了。我们现在也看到现在这个杨建平的教练江华也在提醒这个杨建平防止这个凯文米歇尔来锁对方，来锁住他。此时此刻的杨建平暴揍米歇尔就如同打小孩子那样轻松简单，因为米歇尔的体力消耗十分严重，已经很难在比赛中对杨建平造成威胁。不过杨建平可不会如此轻易的放过米歇尔，继续在地面上对米歇尔施压，一方面自己可以稳稳拿到比分优势，另一方面还能让嚣张的外国狂人看看招惹中国人的后果有多么严重。这种技术和技法，今天杨建平的技术可以说是力量，包括你的拳法都发挥出来，需要你下面要发挥。我们看到场上裁判这个 Dave 说，你不要用头来撞对手。来双方采用的这是专业技术，进行一种移动。这是我见到杨建平，这是第一次要打满3局，因为我看他们那几场比赛都是在前2局就结束上到漂亮，又是一个夹颈摔啊！因为毕竟这个杨建平，他不仅练过拳击，练过这种散打啊，所以他的技术非常的全面。1分钟了。我们现在听到场边那个队友在给杨建平说，还剩最后的1分钟，要抓紧时间结束比赛。
因为这种比赛已经没有太大悬念，只要杨建平，这种就是继续发挥下去的话，会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我们希望杨建平采用的是一种地面的进攻技术，能够获胜。我们说就是三角锁也好，断头台也好，是吧？莫斯锁就利用一种地面的柔术的技术，来让对方认输，那将更加的精彩，更加的好看。比赛最后公布比赛结果，杨建平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杨建平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